太后懿旨到。自闻伯爵府二小姐沈若烟品行端淑，特赐婚于孟家侯爷，则即日完婚，钦此。这孟小侯爷怎么了？接旨啊！这可是太后的懿旨，他难道要抗旨不成？孟家言，你这是做什么？难道你想公然抗旨，拉着我们两家人去送死吗？难道他也回来了？公公，这旨微臣接不了。我本就对伯爵家的二小姐无意，是他这些年非要死皮赖脸的缠着我不放。怎么，如今沈二小姐是手段使尽了，竟然还要靠太后的懿旨逼着我强娶你吗？原来是沈小姐死缠烂打，连赐婚都是求来的。孟家言，你做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斩断我们之间所有的羁绊。公公，请留步。沈若英，再怎么纠缠也无用。太后这道懿旨只说让我嫁给孟家侯爷，可并没指名道姓是哪一位。孟小侯爷既然这么不想娶我，我也不强人所难，那就请小侯爷回家禀明你大哥，让他来娶我。他竟然也回来了，这种应对绝不是以前那个只知道缠着我的何妙仪能说出来的。何妙仪，你在跟我开玩笑吗？自然不是，既然你抗旨不娶，那按照旨意改嫁你大哥，名正言顺。好得很，你当真要嫁给我那个病秧子大哥？何妙仪，别怪我没提醒你，太医院的御医早就断言，他活不过20岁。你若是非要上赶着嫁给他，那你就等着受一辈子的活寡吧。孟家那位大公子当年可是精彩绝艳的乔楚君，真的命不赢财啊！沈家小姐若是嫁过去，这辈子可就全毁了。妙仪啊，你听听大家说的，切勿为了和旁人置气而如此冲动啊！那可是个将死之人，你这辈子就毁了。何妙仪，你爹说的对，你若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小爷我虽然无法允你正妻之位，但看在往日情分上，勉强收你做个妾还是可以的。你竟敢如此口出狂言！让我堂堂伯爵府的嫡女给你做妾，你简直欺人太甚！快看，那是孟小侯爷当年送的那只。是啊，为了这块玉，他亲自去北疆找了整整1个月，回来又百日雕琢，彻夜打磨，才在吉吉礼上亲手给他从今往后，你我之间如此拙。
你竟然真的敢！我与小侯爷犹如此玉，恩断义绝。好一个恩断义绝！既然你这么想进我孟家的门，甚至不惜去填那个火坑，那小爷我就成全你。我这就回去通知兄长，让他早点准备，好迎你进门。那就有劳小侯爷了。何妙仪，别后悔。这婚事竟真的要换人娶了，一个敢嫁，一个敢娶，这下京城可有热闹的报了。前世他也曾对我百般宠爱，可一切骤变都在婚后第3年，我有了身孕后。家燕，怎么这时才归？你身上怎么有股油烟和馄饨味儿？公务繁忙，其实你等庆县夫人能懂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下朝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陪那个卖馄饨的杜三娘。为了杜三娘，他要让她进府。我临盆在即，无力争辩，只能妥协。谁知杜三娘一身傲骨，她说自己宁做寒门妻，也不做高门妻。杜三娘死于外去，从那天起，孟家也变成了空心人。即便我为她生下长子，她也从未看过我母子一眼。家燕，你这一生可还有什么憾事？我当初该给他正气名分的。那一刻我才明白，我几年的经营与付出，竟从未抵过那一碗馄饨。前世临终，你心心念念要给正妻名分的人，是那个杜三娘，而不是我。妙仪，你真的决定了？那孟家大公子可是……爹，女儿主意已定，这火坑我跳得心甘情愿。妙仪啊，你刚才在席上说的是气话吧？你难道当真要嫁给侯府那个光靠汤药吊着一口气的大公子吗？爹，女儿心意已定。胡闹！你大哥如今远在边疆杀敌，爹爹身边可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了。你若真跳了这火坑，你让爹爹怎么去见你九泉之下的母亲？我怎么跟他交代啊？爹爹，您先别急，您莫要信了孟家眼那个伪君子的鬼话。那孟家大郎孟景，从小无论是学识还是武艺，哪样不比他孟家眼强？他可是侯府嫡出的长子，又是当年的经才绝业之辈。孟家眼定是心生嫉妒，怕我嫁过去日子过得比跟着他好，才故意在大众广庭之下编排他兄长，想败坏人家的名声。当真？可那传言……真的，孟家大郎最多不过是一点小病小伤，调理些日子就好了，哪有他说的那么邪乎？若真是如此，倒也还说得过去。爹爹，对不起，我骗了你。其实孟家眼说的没错，上一世孟家大郎确实英年早逝，死在了他最意气风发的年纪。当时京中去吊安他的人排成了长队，谁都在可惜那位经才绝艺的大公子，可他们都以为他是病死的。只有我知道，除了孟家眼和他那位阴狠的生母，我是这世上唯一知道孟正真正死因的人。孟家眼，这一世我会守住他的命，也要亲手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小姐，我们遇上敲竹杠的了！哎呦，我的腿断了！你们马车撞了人还想走？我的马车离你还有1丈远，你连马腿都没碰上，你倒的哪门子地？大家快来看啊！官家小姐仗势欺人，光天化日之下怂恿马夫撞人了！我的腿断了，疼死我了！你这个瓷儿张休要胡说！方才明明是你自己突然窜到我们的马车前倒下的，马儿还没动呢，我碰都没碰到你。我不管，我是被你们惊住的。今天你们小姐若是不给钱，休想从这条道上走过去。这瓷儿张又在这里来碰瓷了。那可是官家的马车，他也敢拦？
给钱，没个10两8两的，我就死在这车轮子底下。你这安咋破财？我看你是活腻歪了，敢讹到我们伯爵府头上，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打人了！伯爵府的恶奴要杀人灭口了！大家快看啊！顺子，退下！小姐，这种地痞流氓，不给他点教训，他真当咱们好欺负。你今日若当街打了他，不仅碎了他狮子大开口的愿，还要给伯爵府惹上一个欺男霸女的恶名。你想让全京城的人都议论伯爵府仗势欺人吗？难道我们就这样算了吗？由着他在这儿作践咱们。爹爹今日交代的差事万分火急，绝不能再次耽搁。况且我一个未出阁的女子，若是在这大街上与这种烂人理论太久，传出去名声尽毁，正中孟家眼下怀。不必演了，直接说吧，你想要多少钱才肯滚？我们1分钱都不要。哥，你能不能别再做这些丧良心的勾当了？你这个赔钱货，老子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管！丧门星，老子逛花楼的钱都被你搅黄了，看我不打死你！哎呦，这亲当哥的怎么下得去这种狠手？真是个丧了良心的无赖！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当街行凶，你真当这京城没有王法了吗？你们给我等着！顺子，住手！滚！这些人啊，三娘，你伤得这么重？三娘，杜三娘，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小姐，小姐，何妙仪，你这个毒妇！我就知道你这次回来定会迫不及待的来找三娘的麻烦。小姐，小姐，你没事吧？三娘，我终于找到你了。是我不好，是我来迟了。你放心，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了。公子，快放手！你认错人了。这位公子，你我素昧平生，你怎会知道我的闺名？杜三娘，果然是他。这不是小侯爷吗？怎么当街抱个平民女子，还打了何小姐一巴掌？这何小姐真是太可怜了。孟公子，你错怪这位小姐了。方才我那混账哥哥当众打我，正是这位小姐仗义直言，让她的家仆出手搭救了我。妙仪，对不起，这件事是我一时急火中心，错怪了你。对不起，上一世你为了他让我难堪，这一世又是如此。孟家言，你的深情永远都建立在践踏我的基础上。小侯爷，你既已重拾旧爱，妙莹便祝你这一世夙愿得偿。何妙仪，顺子，走。这。回来了。小姐，小的方才潜进了那孟家大郎的别院，确实打探到了一些动静。他说什么了？那孟家大郎说他身体残败，不想连累旁人，更不愿意娶小姐您进门。你以为这婚事还由得你拒绝吗？小姐，真的只需要送这封信吗？不需要小的再说些什么，比如让孟家大公子再考虑几番。不用，你只需把信送到他手上，不出7日，他定会亲自来何家提亲。顺子，你再跑一趟，替我把这封信亲手送给孟家大公子。二小姐，府门外有一位名家女子，说是受人之托，非要见你一面不可。名家女子，
竟是你。何小姐，今日冒昧登门，是想全了您的颜面。我知你与小侯爷青梅竹马，过往有无数情分，可情分这东西强求不来。这就是小侯爷看上的那个平民女子，胆子真大，敢上门跟狄小姐叫板。听说何小姐死缠烂打，这人怕是来宣示主权的。她如今满心满眼喜欢的都是我。何小姐是高门贵女，想来最是知道礼义廉耻4个字怎么写，还请莫要再纠缠才是，免得闹得两家都不痛快。纠缠？杜姑娘，你几时见我纠缠过他？那种男人，你当成宝，我未必还稀罕。哦，是吗？若是当真不稀罕，那这是什么？那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即便那天被孟家言的混蛋讨了去，说要作为定情信物，他竟然把它给了这个女人。这可是小侯爷亲手交到我手上的，说是随身之物。何小姐，你嘴上说着不稀罕，这信物难道不是你当年求着送给他的吗？还我！小姐，何小姐，刚才还说不稀罕，怎么现在跟疯了似的来抢？若是你没有纠缠小侯爷，又怎会将此等贴身佩戴之物留给他？不就是想让他每时每刻看到这玉佩就能想起你吗？我为什么要抢我自己的东西？看来这何小姐真的是口是心非，连贴身物质都送出去了。这平民姑娘倒是一针见血。这种小女儿家的心思，三娘我最是清楚。你嘴上清高，心里却舍不得。何小姐，在我面前，你不必撒谎。娘的遗物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若是她手一松，这玉佩是我击逼那年少不更事送给孟家言的。最近府中琐事繁多，所以我才一时忘了要回来。杜姑娘，这是我母亲去世前留给我的唯一遗物，哪怕你再恨我，也请你看在一个孤女思念亡母的情分上，还给我。好啊，想要回遗物容易，只要你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对天发誓，此生绝不再纠缠小侯爷半点，我便立刻还给你。瞧瞧，堂堂伯爵府嫡女，竟然被个卖馄饨的小民逼到这份上。谁让那玉佩在人家手里呢？听说那是何夫人的遗物，何小姐怕是心疼坏了。怎么，既然问心无趣，发个独占又何妨？何小姐难道不敢？小姐，别答应他，这分明是当街羞辱您。若是发了这种誓，您的名声就彻底毁了。我何妙仪在此向天起誓，从今往后，若我与孟家言再有半分纠缠，便让我杜姑娘，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起誓了，你还想怎样？何小姐这誓言发得太清扫了，谁不知道你对自己狠？可这种无关痛痒的诅咒，三娘我不信。我要你康寿。你说什么？若何姑娘今后违背诺言，再去纠缠小侯爷，那便咒你的父亲大人沈伯彦活不过50岁。拿你最亲的人来换这枚死物，如何？何小姐，你敢发这个誓吗？杜海棠，你想死吗？何小姐，你以为我是被吓大的吗？你除了拿身份压人，还会什么？哎呀，真碎了，那可是何夫人的遗物啊！这平民女子心肠也太狠了，何苦毁人念想？小姐，阿娘，对不起，是阿谀没用，是阿谀没用。
连你留给女儿唯一的遗物，我都护不住。哎呦，何小姐，不过就是一枚碎掉的玉佩，至于哭成这样吗？谁不知道伯爵府里富贵通天，什么奇珍异宝没有？何小姐偏偏在这摆出这副要死要活的样子给谁看呢？您这演戏的功夫，不去梨园真是可惜了。行了，既然您喜欢哭，那就跪在这儿哭个够吧。三娘我可没工夫陪您耗着，馄饨铺子还得开张呢。不过您可得记住了我刚才警告您的那些话，若再纠缠小侯爷，您那父亲大人的寿数可就全看您的表现了。站住！你以为你杜三娘今日毁了我阿娘唯一的遗物，还能安然无恙地走出伯爵府吗？怎么，何小姐还要当街杀人不成？来人！放肆！谁给你的胆子冲撞二小姐？你们想干什么？这可是大马路上，你们怎么敢？阿爷，救我！救救我！那何家小姐，她恨我得了你的心，竟然在大街上动用私兵，她要杀我灭口！三娘别怕，有我在，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汗毛。何妙意，你竟然变得如此歹毒！骂何小姐歹毒，是啊，就是。滚开！小侯爷，此女冲撞了我们小姐，还毁了夫人的。孟家言，你疯了！这是伯爵府的人。何妙仪，你给我听好了，如若你以后再敢仗着伯爵府的事欺压三娘，哪怕你是伯爵府的嫡女，我孟家言也绝对饶不了你。何妙仪，你找死！没完了，又加了什么？何妙仪，你三番五次的找三娘的麻烦，甚至不惜在大街上闹这一出，归根点底，不就是因为吃醋了吗？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只要你现在肯低头认错，说你后悔了，小爷我念在旧情上，赏你一个妾的位子当当，还是可以考虑。赏我？呸！孟家言，别拿你那恶心的感情来羞辱我！给脸不要脸！小姐，你是不是还在做着嫁入侯府，指望我大哥会来娶你的美梦？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大哥早就和我父亲亲口禀明过，他孟景这辈子绝不会娶你这种人入门。何妙仪，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真可怜，你以为换了个人去算计，就能如愿以偿了？你还和以前一样。这孟小侯爷太狠了，对以前的未婚妻这么羞辱。听说孟大公子根本瞧不上他，这不是上赶着丢人吗？听到了吗？连个命不久矣的人都不愿意娶你，你这辈子注定只能这样。
孟家言，你想对你未过门的兄嫂做什么？大哥，你这个时辰怎么会在这儿？还没听清吗？我让你松手。我来提亲。什么？提亲？你要向这个人提亲啊？大哥，你疯了吗？全京城都知道你不都快……我都快怎么样？死了吗？抬上去。天爷啊，快将那聘礼1抬2抬，这得抬到什么时候去？足足64台，这是聘礼的最高标准一致啊！金丝百宝屏风1对，深海红山图2座，黄金2万两。我本以为那封信只能让他勉强同意，却不曾想他竟如此大张旗鼓，给足了我面子。怎么，何姑娘此时露出这副表情，是很意外吗？你写那封信时，不是盼星星盼月亮，就等着我来提亲吗？这漫天遍地的聘礼，孟大公子真是好大的手笔。看来孟大哥这常年不见人的重病是彻底大好了呀。这病能好，说到底还是托了何小姐那封信的福。若非那药方对症，我哪能这么快起身？哦，既然是托了我的福，那孟大公子可准备了什么实质性的答谢？总不能空口白话就受了这份情吧？答谢？何小姐这话说的，难道我这整个人往后都归了你？这份以身相许，还抵不住答谢之礼？你堂堂侯府大公子，竟也学起市井图这般无赖了！大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明知道我与妙仪从小青梅竹马，过往情分京城皆知，你现在这种时候跑来提亲，你置我于何地？你是想让全天下都看我的笑话吗？青梅竹马，孟家言，你也配提这4个字？如若不是我从12岁时就随父亲在边疆领兵打仗，在尸山血海里滚了这些年，你觉得青梅竹马这个位置能轮得到你这种只会在京城风花雪月的人？再者说，你刚才不是已经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做出了你的选择吗？既然是你弃如敝屣的，我捡来疼，你有何资格说三道四？大哥，就算你比我能打又如何？全京城谁不知道何妙仪爱慕我多年，为了嫁给我寻死觅活。就算我打算娶3年为正妻，她何妙是念在往日情分上，也该乖乖进我孟家的门，给我做个妾，这是她的福气。天爷，这孟小侯爷也太不要脸了！让堂堂伯爵府嫡女做妾，亏他想得出来。回来之后，他竟变得比以前更加厚颜无耻。这种话，他怎么敢在大众广庭之下说出口？自己滚，还是我亲手送你走？阿爷，你别吓我！何小姐，你们太狠了！这便是孟家大郎，这气宇轩昂的模样，谁说你是靠汤药吊命的？晚辈孟景，今日特备薄礼，诚心求娶何家小姐妙仪为妻。好一个孟家大郎！既是如此，老夫便做主，这门亲事我答应了。择日不如撞日，这婚事就定在下月15。
小姐，您这些日子闭门不出，可错过了京城里最大的一场热闹。又是关于那2位的。嘿嘿，可不是嘛！前2日那孟府大门口好生壮观，3、4家大赌谋的掌柜亲自带着人，把一张张写的斗大的欠条，一张挨一张的全贴在孟家朱漆大门上了。孟老侯爷能忍下这口气？老侯爷当场气得胡子都歪了。听府里的家丁说，老侯爷在正厅里砸了一整套官窑茶具，可不是嘛？老侯爷命人一查，才发现是杜三娘那不学无术的大哥，在赌坊里打着孟小侯爷的旗号，欠了几千两银子的债。那杜家大哥就是个无底洞，孟小侯爷这次怕是踢到铁板了。当初他弃了我的名分去护着这株解语花，如今这解语花带出的烂泥，他也该受着。顺子，去备车，随我出府买些胭脂。是。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让你不要再去管你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大哥了，你为什么总不听？为了填他那个坑，我连母亲手底下的铺子都抵出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孟家言，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那是我的亲哥哥，是我杜家唯一的男丁，我爹娘还要指望他传宗接代，指望他延续香火呢。你听听，这姑娘也是个拎不清的。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如今却要让我眼睁睁看着她被毒坊的人打死吗？你是想让我背上不孝的罪名，被邻里乡亲戳脊梁骨吗？瞧瞧，这就是小侯爷找的真爱，可真够热闹的。这哪是娶妻，这是接了个祖宗回来供着。你以为我想管吗？你大哥现在打着我孟家义的旗号，在京城里横行霸道，强抢民女，他的恶名都快传遍大街小巷了。三娘，你知不知道，父亲为了这些破事，让我在祠堂里连着跪了整整7天7夜，我的腿到现在还是肿的，你就不能稍微理解理解我吗？跪了7天7夜，如果你再这样任由他胡闹下去，任由那个烂泥坑拖累你，我父亲是绝对不会点让你进孟家大门的。这小侯爷也是难，摊上这么个大酒阁，这姑娘也是，怎么分不清好歹呢？你打我？为了那个混账大哥，你打我？打的就是你！你以为我杜三娘稀罕进你那高门大户吗？你以为我求着进你孟家的大门吗？孟家言，别以为我不知道，最近总是在我那馄饨铺子里闹事掀桌子的那几个人，全都是你找来的吧？我那是闹事的，居然是小侯爷找的人。你不就是嫌我抛头露面丢了你小侯爷的脸吗？你不就是想逼得我开不下去铺子，只能乖乖跟你回府吗？我告诉你，我杜三娘这辈子顶天立地，绝对不会做被你豢养在深宅大院里的金丝雀。好一个杜海棠！你现在给我装什么清高，扮什么烈女？你既然这么有骨气，这么不屑进我孟家的大门，那你倒是把我替你哥还债的那些真金白银还给我啊！那些银票你接的时候怎么不提骨气？拿了钱还打人，这混沌吸食也不简单。这小侯爷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你放心，我杜三娘就算这辈子当牛做马为人奴婢，也一定会把这些臭钱一分不差的还给你。看什么看？都给我滚！再看把你们也拉进来！妙仪，多看他一眼，都觉得脏了眼睛。妙仪，你别走！何妙仪，你站住！你为何要躲着我？从刚才在大马路上见到我开始，你就连正眼都不瞧我一下，你到底在躲什么？小侯爷自重，如今婚期已定，我是你长兄亲口求娶、太后赐婚的未过门兄嫂，在大街上拉拉扯扯，小侯爷是想毁了孟家的名声，还是想毁了你大哥的颜面？兄嫂？你竟然跟我提兄嫂！何妙仪，你非要用这种话来气我，非要用这种方式跟我置气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谁在和你置气？妙仪，咱们相识相知这么多年，你觉得你那点小心思我还看不透吗？你大张旗鼓的要嫁给我大哥，甚至故意在那封信里他，不就是为了让我吃醋吗？不就是为了看我后悔，看我因为失去你而痛苦吗？
刚才的情形你也亲眼瞧见了，杜三娘她毕竟只是个市井出身的粗野妇人，没读过书，不识大体。我同她讲道理，简直是对牛弹琴。我想过了，像她这种目光短浅，只知道护着那个烂泥哥哥的人，以后确实难担孟家主母的重任。这主母之位，终究还是得……所以呢，小侯爷绕了这么一大圈，到底想说什么？所以啊，我想了一路，还是决定让你做我的正妻。毕竟从前你替我将府中上下打点的那么井井有条，确实是难得的贤内助。相比三娘，你在这主母的位置上算是经验颇丰了。至于三娘，她那性子不适合管家，进府之后我也会宠着她。但你也万不可和从前一样，整日乱吃飞醋，仗着主母的身份欺负三娘，懂吗？孟家言，你到底是哪儿来的脸，竟敢说出这种话？好了好了，我知道是我之前伤了你的心，如今我主动和你低头，你心底一定是高兴坏了吧？瞧你，激动的身体都发抖了。妙仪，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只有我。启程，送新人入洞房。这婚礼可真够隆重的，那是自然当初给小侯爷准备的。大公子亲口20台，能不隆重吗？听说这些聘礼和婚礼仪式全是大公子亲自列的单子，连老侯爷都没过。明明回来之后见过那么多大风大浪，怎么到了这时候心跳得这么快？夫人，可是等久了。弟妹，那时候他周身的气质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我连多看一眼都不敢。没成想回来之后，那一声弟妹竟成了绝响。我居然当真成了你的夫人。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夫君这话妙芝听不明白。你明知道那是一场豪赌，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要在那封信里告诉我，孟家言的生母为了让他承袭爵位，这么多年一直背着我做事？他果然问了，这种能要了命的秘密，我当初送出那封信时就该想到会有这一回。可惜了，大公子这一屋子的珍稀藏书竟全给毁了。谁让小夫人那只小狸挠贪玩，偏偏在这个时候溜进书房打翻了火烛？大公子，对不起，是我的小狸猫贪玩，我不曾看住它，竟让它溜进书房打翻了火烛。这些古本珍贵异常，妙仪知罪，定会想办法补偿。不必了，不过是些带不走的死物，烧了便烧了。是我不好，未曾关紧窗户，才让他贪玩钻了进来。大哥，你可以让人清算一下这一屋子藏书的损失，无论多少银钱，我都会想办法赔给你的。这处藏书阁是我母亲未过世前送给我的，弟妹，你打算怎么赔？大哥，这小狸奴也是条生命，他不懂事才闯了祸，你可不可以放过他呀？弟妹，看我像是这么无情的人吗？反正时间也不多了，这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带不走的，烧了便烧了吧，就当是你提前送给我了。提前送给他。终于抄完了，
只要把这些还给大哥，他心里或许能好受些吧。大公子，大公子就这么没了。是啊，他病了这么些年，终究还是没熬过去，猝然长逝啊。家言，那个眼中钉总算拔除了，从今往后，这侯府的爵位名正言顺是你的了。母亲，大哥原本就有救急，咱们每日在那些药膳里下的东西，真的查不出来吗？药膳救急，原来他迟迟无法痊愈，竟然是因为那对母子。阿娘留给他的藏书阁被我的猫毁了，可我连还债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我早知道孟母毒害他的事，如果我早一点提醒他，他是不是就不会死？我是不是就能亲手把书还给他了？所以这一世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你再死一次。可能只是想弥补一些遗憾吧。这种话他听了大概只会觉得莫名其妙吧，毕竟那是从前的事。不知何二小姐替那只小狸族赎罪的书抄好了没有？我可是等了很久呢。你居然也……嘘，夫人，春宵苦短，这合卺酒你还喝不喝了？喝。小姐，朝廷出大事了，皇上颁布了削藩策，那些藩王坐不住，全反了。三藩之乱终究还是开始了。听说皇上下了布施，要让咱们大公子带兵去南边镇压叛乱。将军，大军已在城外集结，该启程了。阿锦，你听我说，自从你病愈重掌权柄，李氏在府里几乎没消停过，明里暗里小动作不断，你心里清楚。夫人，你今日梳的这个迎春干真好看。孟景，我在跟你说命悬一线的大事，你居然在看我的头发。阿姨，等为夫大圣回来，定会亲手为你转葬。母亲，我想好了，我要迎杜海棠进府。家言，当初闹着要明媒正娶，后来吵起来的也是你。家言，你这转性也太快了。只要能让他进门，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已经同意了。既然只想安身立命，也不叫外人看笑话，我便也懒得拦你。你要接，便接回来吧。哎，你们听说了吗？那当街打过小侯爷巴掌的杜三娘，居然同意进府了。不是说那杜姑娘一身傲骨吗？怎么突然想开了？傲骨？那也得先活命才行。听我在外头的兄弟说，那杜家大哥太坏。前阵子杜姑娘和小侯爷大吵一架，那大哥以为小侯爷彻底不要他了，毒坊的人上门催命，他竟然眼都不眨，直接按了手印，把账转给了他妹妹。啊？怎么这样？那杜姑娘走投无路，被骗进了百花楼。若不是小侯爷疯了一样去寻，把人救出来，那杜姑娘现在怕是早就……那样清高自傲的杜海棠，终究是被现实磨平了最后一点棱角。那间馄饨铺子关门的那天，他是不是也觉得那所谓的自食其力，在绝对的权力与恶意面前，卑微的像粒尘埃？杜海棠，这深宅大院，真的是你想要的避风港吗？瞧瞧，这杜姑娘当初闹得满城风雨，还以为多大本事呢，最后还不是从这偏门进来的，连个好处都没捞着。想起咱们少夫人进门时那64台聘礼，这天差地别的。咱们走。站住！阿姨，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行吗？你就
这么不想见我？小侯爷喝醉了，今日是你的喜日子，你的心系还在屋里眼巴巴的等着你揭盖头，你该去的地方是他那里，而不是在园子里拦着你的兄嫂。兄嫂，妙姨，你知不知道，我最近每晚闭上眼想的都是咱们从前的事。我想起了咱们之前，想起你为何画眉，想起你在灯下等我回家的样子，我还想起了我们那个孩儿。住口！孟家言，你不配提起小周。对不起，阿姨，真的对不起。对不起，孟小侯爷，你这声道歉，究竟是在替哪桩事赔罪？是抱歉我从前为你洗手羹汤，苦心孤诣打点府中上下，还是抱歉你在临死前还万般懊悔没有休了我？还是说你在替小周道歉？你曾尽过一丝做父亲的责任吗？孟家言，收起你那廉价的愧疚，现在这样的日子，不正是你一直想要的吗？不是这样，阿姨，我从未想过会变成这样。够了，我不想再听你多言半句。阿姨，你们在做什么？深更半夜，你们躲在后花园干什么？还要不要脸了？何淼仪，你怎么这么不要脸？这可是我的大喜日子，你们居然深更半夜在后花园，你还有没有半点廉耻？乔乔，这侧夫人刚进门就闹起来了，骂得真难听。夫人，咱们快走吧，别理这疯婆子。你在我府门前弄坏我娘遗物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你真当我为何家嫡女是你捏的性子？弄坏了又怎样？那碎掉的玉就是你的短命娘给你的报应，那是你活该。够了！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简直跟市井妇女无异，还嫌今晚丢的人不够多吗？给我滚回去！你打我，孟家言，你居然为了何妙心亲手打我！这新娘子进门第一晚就被新郎官给扇了，这往后的日子，这就是报应。我懂了，我终于懂了。当初你孟小侯爷喜欢我、护着我的时候，说我是这世间最率直、最豪爽的奇女子，说你最厌恶高门贵女的虚伪。如今你厌弃我了，嫌我是个累赘，嫌我丢了你的脸面，便一口一个粗鄙妇人。孟家言，你这翻脸的速度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真的很想问你一句，在从前荒唐的纠缠里，你孟家燕可曾真正的，哪怕只有一瞬间，真心喜欢过我杜海棠？想必谢过会胜对了我。孟家言，你的爱也不过如此。大公子又给夫人送信来了，这回信上又写了什么稀罕事儿？左右不过是些琐事。他说今日见了一处极美的落日，昨日在军营后山遇上了一只贪吃的野兔。夫人，前方战事吃紧，我打听到叛军的人数足足比咱们大公子的军队多了2倍有余，那可是生死关头啊！啊，那大公子在信里怎么一个字都不提？他肩上扛着万千将士的性命，处境何其危险。他在心里执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事，不过是怕我在这后宅之中日夜担忧罢了。阿锦，你总是这样，把所有的血腥风雨都挡在身外，只给我留下一片风花雪月。大喜呀！边境捷报，孟景将军单骑闯入叛军大营。大公子真是战神在世，这下咱们侯府可风光了。立下奇功。可不是，瞧瞧这赏赐，比二公子1年的利银都多。吃吧吃吧，这你今日第3顿药膳了。放下就滚！没见我在苦读吗？若今年春味我不中，这侯府哪还有我的容身之地？
海棠，家衍如今是紧要关头，从今日起，他的一日三餐、点心汤水必须由你亲手在小厨房操掌，不得假手于人。母亲，我每日天不亮就要起来劈柴烧火，夜深了还要守着药罐，我这身子怎么受得住？受不住也要受。家衍若没个功名，你以为你能有好日子过？妙仪，别看了，明日春闱放榜，这京城的解元之位，非我孟家眼莫属。哦，那便提前恭喜小侯爷了。呵呵，这种时候你还能装得如此淡然？何妙仪，你该不会事到如今还在痴痴等着我那个命不久矣的大哥吧？孟家言，你这话是笑什么意思？那笑声中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笃定。我的意思还不明白吗？你在等的人回不来了。不可能，他生擒敌将，战功赫赫，马上就要拜师回纲了。战功那也得有命令才行。实话告诉你吧，我母亲为了这一天筹谋了多久。她派出的顶尖刺客3日前就传回了死讯，在乱军丛中找到孟锦时，她早已身中数箭，气绝而亡了。不，这不可能，他答应过我的，他说明日就回来，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怎么不信？你还真以为他孟锦是什么百年难遇的武学天才吗？那场仗本就是必死之局，他能以少敌多撑到现在，已经是老天开眼了。说起来还要多亏了你，如若不是你回来过后多此一举将真相告诉他，他早该倒在病榻上，也不至于非要死在南边的乱箭之下。孟家言，你简直无耻到了极点！为了名利爵位，你竟然连亲生大哥都能下得去手！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活在这世上！阿姨，打得好，打得再狠点儿。可你得认清现实，他哪点比得上我？怎么跟我争？如今他已不在，父亲马上就会上表皇上，将侯爵之位传给我。等到明日春闱放榜，我的仕途更是平步青云。你难道真的要为了那个人守一辈子吗？不如你就跟了我，只要你肯回头，这侯府夫人的位置依旧是你的。做梦！这可如何是好？侯爷平日里身体向来康健，不过是晚膳后饮了杯茶，怎会突然发了如此凶险的急症？老爷，你若是有个3长2短，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可怎么活呀？在那愣着干什么？太医还没到，还不快把小厨房温着的药膳给侯爷端进去！快去！药膳，又是药膳，她连自己的丈夫都不放过吗？侯爷去了。他害了老侯爷，为了孟家眼的局位，他彻底疯了。幸好我察觉到府内反常时，已经托心腹给远在边疆的兄长送去了加急家书。既然你这么聪明，就该知道在这侯府里有些事儿是看不得也说不得的。善恶到头终有报，你以为做的这些事，孟家眼就能安稳地坐上那个位置吗？这世间万物皆有因果，你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好下场！等明天放榜，家眼高中解元，这侯府就是我们的了。如若不是为了顾及明天春闱放榜的吉利，怕冲了家眼的喜气，我现在定会先管管你这张嘴。这大半夜的，变天可真快，刚才还雷声大作。嘘，小点声。你是没看见刚才侯爷咽气时夫人的表情？我这心里到现在还发毛呢。我看那眼神跟要吃人似的。别说了，守好这门就行。
月亮照样升起，可孟家这天终究是塌了。老侯爷，你心中可曾有过半分后悔？当初你的发妻孟景的生母，她离世还不足3个月吧？这人啊，真是命！老侯爷风光一生，临了竟然……这是因果，纵虎归山，引狼入室，最后死在自己养大的恶狼手里。你这些年犯下的孽，终究是在这一晚亲手偿还了。听说了吗？这回彻底天塌了。看榜的回来说，咱们二公子落榜了，真的落榜了。难怪孟夫人从早晨到现在，已经在房里摔了一地的官窑瓷器，发了一整天的脾气了。何止是发脾气啊！我刚才路过院子，亲眼看见翠儿被拖下去了，就因为她在摆放盆栽的时候不小心放错了位置，夫人就说破坏了宅子里的风水，就为了个盆栽。可我总觉得不对劲儿。这二公子虽然不像大公子那样在读书上是天降奇才，但这些日子他熬得眼眶都陷下去了。平时文章也是不错的，怎么会连个名次都捞不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我知道，我那个在国公府打杂的朋友今天偷偷告诉我，说二公子其实本该是这次春捆的第2名，本是板上钉钉的榜眼。那怎么最后落榜了？都怪杜三娘那个大哥，前些日子他在大众广庭之下胡言乱语。他说什么了？他说咱们二公子的亲外祖家与那个正在南方作乱的秦藩王私底下关系甚密，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勾结藩王，孟母很快就会知道这个消息，他会怎么对杜三娘？这一局已经不需要他再落子了。杜家那个大哥喝了几口汤子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居然大言不惭，说只等那个秦王带兵攻下上京，全城的人都要看他的脸色，到时候皇上还要亲口赏他一个大官做呢。他疯了吗？这种谋逆的话也敢说？可不是疯了吗？这话当场就被传进了宫里，皇上直接取消了二公子的春闱成绩。孟夫人要是让他知道是杜家大哥，咱们可都要被害惨了。来了，终于来了。妙姨，你没事吧？阿兄来晚了。我没事，阿兄，信你收到了。皇上有旨，孟家谋逆，全府围剿，一个都不准放过。阿兄，若只是杜家那个酒鬼胡言乱语，怎会动用御雷军围剿整个侯府？杜家那个大哥只是个引子，真正的消息是孟家李氏的亲生父亲，镇守南方的李藩王也反了。原来如此，李氏母子这回是真的彻底完了。阿兄，李藩王的封地就在京畿边缘，距离上京最近。如果他也反了，叛军不出1日便能杀到城下，到时候上京必定会陷于水火之中。皇上连夜查封侯府，难不成想让李藩不敢轻举妄动？李高将军，我们刚刚冲进后院寝殿，抓到了李氏。人呢？立刻带过来！来不及了，刚才已经服毒自尽了。他倒是对自己够狠，半点生路不留。那孟家眼呢？他可是李氏的心头肉，必会知晓些内幕。二公子不见了，他恐怕早就从密道里逃跑了。我们正加派人手顺着密道去追。之前孟家虽也有变故，却从未像现在这般惨烈。现在局势竟然变得如此复杂难测。妙姨，有一件事你先别急，关于孟景，他真的身亡了。孟家眼亲口说，杀手已经找到了他的尸体。杀手确实带回来一具尸体，我已经请了最老练的仵作暗中验身。结果呢？那尸体虽穿着孟景的盔甲，面容也毁了，但骨架与旧伤都对不上，那不是他。不是他，那就好。只要不是他，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只是如今南方战线混乱，我们也没有他的确切下落。上京局势动荡，人心惶惶，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妙姨，阿兄先送你回伯爵府，那里有何家亲兵守着，我才放心。孟家眼至今下落不明，李藩王叛军又在逼近。阿景，你到底在哪儿？阿姨，你醒了？孟家言，你疯了！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去一个只有我们2个人的地方。阿姨，从前是你陪我，
现在也只能是你。别碰我，我觉得脏。没关系，阿姨，我有的是时间，我会等到你心甘情愿留在我身边的那一天。杜三娘呢？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她是你的真爱吗？你把她丢下。他那个哥哥害得我前功尽弃，害得我母亡民毁，我当然是不管他，自己走了。你怎么变成这样？阿姨，喝点水。刚才吐得那么厉害，别伤了身子。你别怕，只要你乖乖听话，我是绝对不会那样对你的。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你休息一会儿吧，待会儿我们就到了。不管是谁，阿兄也好，梦景也好，一定要看到这些东西。家言，你怎会如此莽撞？这种节骨眼上，竟然将何家二小姐带回我们的中军营帐，你可知她是何等身份？若出了差池，我们全盘计划都要落空。祖父放心，这一路上外孙一直亲自看着他，他即便有通天的本事，也不可能记得来这里的路线，更没有半点机会对外通风报信。那就好，你母亲李氏，她拼了老命才在京城为你搏出一线生机，你可要孙儿明白，别在那不负母亲和祖父厚望。李藩王果然，孟家爷要一起谋反。阿姨，乖，别怕，跟我走。阿姨，从前是我错了，是我被朱由蒙了心，才害了你。等明日大军攻入上京，等一切尘埃落定后，我会一一亲手补偿给你。孟家言，你以为弄这些破烂玩意儿就能抹掉你做的那些脏事吗？我告诉你，我就算今日死在这儿，也绝对不会再嫁给你一次。阿姨，随你怎么骂，反正过了今晚，你就没力气再和我闹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你也配提重新开始？恶心，恶心！孟家言，你让我觉得多看一眼都想吐。怎么会找到这里？朱찬呢？你的那只明珠蝉呢？阿姨，没事吧？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那些消息都是骗我的。没有你的准许，我哪敢轻易将你一个人丢下？恭喜永义侯，贺喜二品诰命夫人，三王已被生擒入京，这场泼天的乱子总算是让侯爷给平了。二品诰命竟是我自己挣来的，既然一切都尘埃落定，侯爷是不是该给我解释一下，当初那个中箭身亡的消息是怎么回事？那是假死之计，若不演得真一些，那李氏怎会放心的将情报传给李藩王？所以你故意示弱，好让你的人提前埋伏，将叛军逐个击溃。夫人聪慧。好啊，孟景，你连我都敢瞒，你知不知道我当初听到你的死讯，魂儿都快吓没了。哎呦，夫人，阿月，为夫错了，这不是为了大局吗？轻点，轻点。